如果你现在还觉得 AI 的竞争是比谁的大模型更聪明，谁的 GPU 制程更先进，那你已经错过了这轮 AI 革命最核心也最赚钱的部分。现在真正卡住全球 AI 脖子的，不是写代码的程序员，也不是造光刻机的 ASML， 而是造纸箱子的造纸厂，做马桶的陶瓷厂，还有卖玻璃的玻璃厂。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被所有人当成夕阳产业的传统制造业，一夜之间变成了 AI 巨头们争抢的战略资源。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彻底打碎你对 AI 的所有浪漫想象。我会告诉你 ，AI 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虚拟的数字革命，而是一场无比沉重的工业革命。我会拆解为什么三星什么都能做，却在 AI 大战里被 SK 海力士弯道超车，带你看懂台湾是怎么从只有台积电及一座神山裂变成整个世界都绕不开的 AI 基础设施群山。最后，我会给你一个最冷静的判断：现在满大街的 AI 概念股里，哪些是真正能活到最后的赢家，哪些只是蹭热度的泡沫？听完我讲的这些细节，你会发现你之前对 AI 的理解可能连第一层都没到。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认知开始，绝大多数人对 AI 的印象停留在 ChatGPT 的对话框、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或者是各种大模型发布会的炫酷演示上。大家觉得 AI 就是软件，就是算法，就是几行代码跑出来的智能。但我要告诉你，这只是 AI 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藏在水面之下的是一个无比庞大、无比笨重、无比烧钱的物理世界。AI 的每一次回答，每一张生成的图片，每一次推理计算，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电力消耗、散热需求和硬件支撑。说白了 ，AI 就是一座消耗电力和水、产出智能的实体工厂。你可能对这个说法没有概念，我给你算一笔账：一台搭载了英伟达最新 H100 GPU 的 AI 服务器，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功耗大概是7000瓦。一个标准的42U 机柜大概能放8台这样的服务器，也就是说，一个机柜的功耗就超过了56000瓦。而英伟达下一代的 Rubin 平台，一个机柜的功耗直接飙升到了100千瓦以上。什么概念？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大概是200度，也就是功率不到0.3千瓦。一个 Rubin 机柜的功耗相当于300多个家庭同时开着所有电器。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大概有1万个这样的机柜，一年消耗的电量就超过了87亿度，相当于一个人口50万的中等城市全年的居民用电量。更可怕的是，这些电力几乎全部都会转化成热量。如果散热压不住，芯片会自动降频，性能直接打对折。如果温度再高一点，芯片就会直接烧毁。这不是什么小故障，而是天量级的经济损失。现在1小时的高端算力，市场价格大概是几千美元。如果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散热问题停机1天，损失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液冷技术突然变成了整个行业的香饽饽？以前大家觉得液冷是高端数据中心才会用的奢侈品，现在它已经变成了 AI 服务器的生死线。没有成熟的液冷解决方案，你就算买得到再多的 H100，也根本不敢开机。这还只是最基础的硬件要求。AI 服务器需要的不仅仅是 GPU， 还需要 HBM 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基板、高速光模块、特种电源、高强度机柜，还有能支撑这一切的稳定电力和冷却用水。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独立的技术壁垒，也都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以前大家看半导体产业链，眼睛只盯着最顶端的 GPU 和先进制程，觉得只要能造出7纳米、3纳米的芯片，就能掌控整个 AI 产业。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 ，AI 的竞争已经从单芯片的性能竞赛演变成了整个系统的整合竞赛。在这场系统竞赛里，台积电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它不再只是那个帮别人代工芯片的代工厂，而是变成了整个 AI 硬件系统的规则制定者。我给你举个例子，以前的芯片设计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的计算单元都做在一块硅片上，谁的制程更先进，谁的芯片面积更大，谁的性能就更强。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随着晶体管尺寸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单芯片的性能提升越来越难，成本却越来越高。于是行业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 Chiplet， 也就是芯粒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大芯片拆成很多个小芯片，然后用先进封装技术把它们拼在一起，这样既能获得大芯片的性能，又能降低制造成本和良率风险。在 Chiplet 时代，最重要的不再是单芯片的制程，
而是把这些小芯片拼在一起的封装技术。而台积电级的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没有之一。以前大家都觉得封装只是芯片制造的最后一步，是个技术含量不高的苦力活，封装底座就像大楼的大厅，只是个放东西的地方。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底座已经变成了整个芯片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和交通管制中心，所有从各个计算芯里出来的数据都要经过这个封装底座才能互相传输。如果底座的带宽不够，或者延迟太高，就算你的计算芯力再快，整个芯片的性能也会直接腰斩。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就算每辆车都能跑300公里每小时，如果收费站只有一个车道，整个路也会堵得水泄不通。台积电级现在做的就是设计和建造这个全世界最宽最快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它不仅能帮客户把芯片拼起来，还能告诉客户应该怎么拆芯片，怎么拼芯片才能获得最好的性能。现在英伟达、AMD、英特尔所有的高端 AI 芯片全部都要用台积电级的 CoWoS 封装，没有台积电级的封装产能，就算你能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的 GPU， 也根本造不出来。这就是台积电级现在的底气，它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代工厂，而是主动参与到了芯片的设计和系统整合中。它定义了整个 AI 硬件的标准，所有的芯片设计公司、内存厂商、服务器厂商都必须跟着它的标准走。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三星明明是全产业链布局，从存储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什么都能自己做，为什么在 AI 时代反而被 SK 海力士甩在了后面？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三星有自己的晶圆厂，能造3纳米的芯片，有自己的封装厂，能做先进封装，还有自己的内存部门，能生产 HBM， 按理说它应该是最有优势的，能形成完美的垂直整合。但现实却是在 AI 内存这个最大的增量市场里， SK 海力士拿走了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三星只能分到不到20%。答案恰恰就出在它的全产业链上。AI 时代不需要全能的选手，只需要每个位置都是世界第一的冠军队伍。三星什么都想自己做，结果就是每个环节都只能做到80分。它的晶圆制造不如台积电级，它的先进封装不如台积电级，它的 HBM 内存也不如 SK 海力士。而台积电级和 SK 海力士组成的联盟，每个环节都是100分。台积电级做最好的先进封装， SK 海力士做最好的 HBM 内存，两者深度绑定，互相优化。SK 海力士的 HBM 专门针对台积电级的 CoWoS 封装做了优化，台积电级的封装也专门为 SK 海力士的 HBM 预留了最好的位置和带宽。这样组合出来的产品性能直接比三星的80分产品高出一大截。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联盟是开放的，英伟达、AMD、微软、谷歌所有的 AI 巨头都可以加入进来，使用台积电级和 SK 海力士的技术。而三星的全产业链是封闭的，他只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全套解决方案，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陪他玩。英伟达宁愿把90%的 HBM 订单给 SK 海力士，也不愿意给三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扶持了三星，未来三星就会变成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而 SK 海力士只做内存，不会和英伟达竞争 GPU，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合作伙伴。这就是三星的悲剧，他花了几十年时间打造的全产业链优势，在 AI 时代反而变成了他最大的劣势。他想做所有人的敌人，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对付他。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半导体行业，也适用于整个 AI 产业链。在这个高度分工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独吞整个市场，只有和最优秀的合作伙伴组成冠军联盟，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讲完了芯片和封装，我们再来看那些看不见的 AI 战场。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散热，还有2个致命的瓶颈正在制约着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一个瓶颈是数据传输。你想想，一台 AI 服务器里有8块 GPU， 每块 GPU 之间要互相传输大量的数据。以前我们用铜缆来传输数据，速度快，成本低，但现在铜缆已经摸到了物理极限。当数据传输速度超过每秒1TB 的时候，铜缆的信号衰减会变得非常严重，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业里开始转向光通讯技术，也就是用激光来代替电信号传输数据。现在主流的解决方案是光模块，也就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传输。
然后再转换成电信号。但光模块也有自己的问题，它的体积大、功耗高，而且成本也不便宜。于是行业里又出现了一个更先进的方向 ，CPO，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简单来说，就是把光引擎直接和芯片封装在一起，这样数据就不用再通过铜缆从芯片传到光模块，而是直接在芯片内部转换成光信号。CPU 能把数据传输的带宽提高好几倍，同时把功耗降低1半以上。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个词，但未来3年它会成为整个 AI 产业链里最值钱的技术之一。现在英伟达、台积电极、博通，还有中国的很多光模块厂商都在疯狂投入研发 CPU 技术。谁能率先量产成熟的 CPU 产品，谁就能拿下下一代 AI 服务器的最大蛋糕。第二个，也是最容易被所有人忽略的瓶颈，是电力。我刚才已经算过了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非常惊人的，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据估计，到2030年，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0%以上。这么大的电力需求，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建个发电厂就能解决的。首先，电力必须是稳定的，不能动不动就停电。其次，电力必须是便宜的，因为电力成本已经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1半以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电力必须是清洁的绿电。现在欧盟、美国、中国都在大力推进碳中和，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限制高耗能数据中心的碳排放。如果你的数据中心用的是煤电，可能根本就拿不到建设许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以前被所有人看不起的传统夕阳产业，现在突然变成了 AI 巨头争抢的香饽饽。卖卫生纸的造纸厂手里有大量的生物智能和沼气发电资源，他们用造纸产生的废料发电，不仅成本低，而且是100%的绿电。现在很多 AI 巨头都在和造纸厂合作，直接在造纸厂旁边建数据中心，用他们发的电来跑 AI。做马桶的陶瓷厂能生产无尘室需要的特种陶瓷材料， AI 芯片的生产需要在100万级无尘室里进行，任何一粒灰尘都可能导致芯片报废。而特种陶瓷是无尘室里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之一，它不产生灰尘，而且耐腐蚀、耐高温。做玻璃的玻璃厂现在能生产芯片封装用的玻璃基板。传统的封装基板是用有机材料做的，当芯片的引脚数量超过1万的时候，有机基板的精度和强度就不够了，而玻璃基板的精度更高，强度更好，而且成本更低。未来的先进封装都会转向玻璃基板，甚至连废水处理厂都变成了 AI 产业链的一部分。数据中心的冷却需要大量的水，一个中型数据中心1年就要消耗几百万吨水，而废水处理厂能提供稳定的再生水，满足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你看，就是这些和高科技八竿子打不着的传统行业，现在突然站在了 AI 产业链的最上游。他们没有炫酷的发布会，没有高大上的大模型，但他们却掌握着 AI 产业最基础也最致命的资源。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AI 是一场工业革命，而不是数字革命。它不是要颠覆传统制造业，而是要重新定义传统制造业。它把那些以前不值钱的东西变成了现在最值钱的战略资源。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台湾在这场 AI 革命里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很多人说台湾的优势就是台积电极，只要台积电极搬走了，台湾的科技产业就完了。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误解。台积电极当然很重要，但台湾真正的优势不是台积电极这一座神山，而是台积电极周边长出来的一整个密密麻麻的制造森林。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周围聚集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从上游的光刻机零件、特种气体、光刻胶，到中游的晶圆制造、先进封装、芯片测试，再到下游的 PCB 电路板、电源供应器、服务器机柜，台湾都有全球最好的供应商。更可怕的是，这些供应商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默契的协同作战能力。台积电极今天说我需要一种新的封装基板，周边的供应商明天就能拿出样品，后天就能开始量产。这种今天下单明天交付的能力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的。去年英伟达的 H100显卡供不应求，最大的瓶颈不是 GPU 的产能，而是先进封装的产能。台积电极为了扩大 CoWoS 的产能，需要在3个月内新建10条生产线。台积电一声令下，
周边的工程公司、设备供应商、材料供应商全部动起来，大家24小时轮班干活，只用了2个半月就完成了10条生产线的建设和调试，直接把 COBOS 的产能提高了1倍。这种工程执行能力不是靠砸钱就能砸出来的，它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是无数工程师和工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验和默契。所以至少在未来5到1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取代它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中的核心地位。它已经从只有台积电一座神山，裂变成了由无数供应链企业组成的群山。这些企业可能没有台积电那么有名，也没有那么高的市值，但他们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隐形冠军。他们和台积电一起组成了一道全世界都无法逾越的科技屏障。讲了这么多 AI 产业的机会，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现在的 AI 市场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泡沫迹象。最近很多人都在说算力过剩，他们说很多数据中心建好了根本没人用，大量的 GPU 在闲置， AI 的需求根本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也不对。过剩的是低端的通用的算力，很多公司跟风买了一堆消费级的 GPU， 建了一堆小数据中心，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客户愿意用他们的算力。这些低端算力确实是过剩的，而且未来会越来越过剩。但高端的能跑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算力，直到今天依然是供不应求。英伟达的 H100和 H200显卡交货周期依然长达半年以上。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云厂商还在疯狂地抢购 GPU， 扩大自己的算力储备。真正的问题不是算力过剩，而是很多公司根本不知道用这些算力来干什么。他们买了一堆 GPU， 建了一堆数据中心，却没有对应的应用场景，也没有能力开发出能赚钱的 AI 产品。最后这些算力只能变成摆设，白白消耗电力。这就是 AI 产业现在最大的矛盾，一边是高端算力的严重短缺，另一边是低端算力的大量闲置。一边是资本疯狂地涌入 AI 赛道，另一边是绝大多数 AI 公司根本赚不到钱。接下来的1到2年会是 AI 产业链的大洗牌，那些只会讲概念、蹭热度的 AI 概念股会一个接一个的爆雷，只有那些真正能解决物理瓶颈、能稳定量产交付的公司才能活到最后。怎么区分真龙头和假概念股？我给你3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第一，它有没有解决我们刚才说的散热、电力、传输这3个物理瓶颈中的一个。AI 的所有问题最终都是物理问题，不能解决物理问题的公司都是在讲故事。第二，它的产品有没有被英伟达、台积电及微软这些巨头采用？这些巨头是 AI 产业链的甲方，他们的订单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如果一家公司说自己的技术很厉害，但却拿不到任何一个巨头的订单，那它的技术大概率是假的。第三，它的产能能不能跟上需求，有没有定价权。AI 产业现在最大的矛盾是供需矛盾，谁能把技术变成稳定的产能，谁就能掌握定价权，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很好，但产能跟不上，那它也赚不到大钱。用这3个标准去筛，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90%的 AI 概念股都不符合要求，他们要么是在蹭热度，要么是技术不过关，要么是产能跟不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在先进封装、液冷散热、硅光子、特种材料、绿电这些细分领域里的隐形冠军。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也没有那么疯狂的涨幅，但他们是真正在为 AI 产业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司，也是未来最有可能穿越周期的公司。最后我想和你说， AI 从来都不是什么飘在天上的虚拟革命，它是无比沉重的，是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和水的工业革命。那些写代码的程序员很重要，那些做大模型的科学家很重要，但真正支撑起整个 AI 世界的是那些在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是那些在机房里调试液冷系统的工程师，是那些在造纸厂里烧沼气发电的工人。台湾之所以能站在这场革命的核心，不是因为它有多少天才的科学家，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它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全世界最强大的工程执行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它把人类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了可以大规模量产的现实。这场 AI 革命才刚刚开始，未来10年，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数的泡沫破灭，也会有无数的新巨头诞生。我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帮你拨开迷雾，看到
AI 产业最真实的样子。不要被那些炫酷的概念和疯狂的涨幅冲昏头脑，要沉下心来，去寻找那些真正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司。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觉得在未来的 AI 产业链里，最有潜力的细分领域是什么？是先进封装、液冷散热、硅光子，还是绿电？或者你有其他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科技产业链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最硬核、最冷静的科技产业分析，帮你避开泡沫，找到真正的长期机会。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